上周我接到重新发挥审理的时候，我就想，可能出事了，也可能另有原因，但没想到，真没想到。重审期间，检察院会核实龙山大桥工程重大责任事故案跟马月月被杀案，如果认定跟您有关，就会补充起诉，会重新开庭。新建的龙山大桥会受影响吗？江东商业银行行长蓝和培在知道一审败诉的消息之后，立刻就把江东集团抵押赔偿的律师函交到我这儿。现在新大桥已经停工，江东集团的资产也被冻结了。动作这么快，铁力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但是他不打算出让江东集团。为什么？他说那是您一辈子的心血。你尽快安排铁力离开吧。铁力的脾气您也清楚，无论如何，他在这个时候他是不会离开的。还有，如果真的补充起诉的话，在辩护方面，您是打算？我会申请自辩。好。刘文汉翻供了，鲁明也交代了，马月月在昊天建投的股份是铁荣光代持，而这些股份的实际收益又归江东集团财务部管理，有实际账目可查。廖昌平也交代了铁荣光对龙山大桥从承建之初到出事之后的所有安排，逻辑清晰，初步判断没有伪证的嫌疑。你们的动作挺快啊！所以我跟高处都觉得这一切都太顺利了，他们三个都好像事先安排好了一样，对翻供的内容描述清晰，心理状态都非常稳定。如果是真有人在背后搞什么动作的话，恐怕也只能是问铁荣光了。证据齐备吧？物证、书证、人证都具备。再接再厉。另外啊，你们俩去见一下铁荣光，看看他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是。好。你们这次来是为了那个经济案是吧？对，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最新材料，又复核了相关的证据，我认罪。我们像这样的见面对话有很多次了，你是第一次这么坦诚的。谢谢你，高健。那就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啊，鲁明、廖昌平都曾经是你最得力的助手，现在他们纷纷翻供，你不觉得这件事儿很蹊跷吗？你是想知道是谁指使他们翻供的是吧？他们翻供的时间太巧合了，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件事儿里面会另有隐情。那是他们都想清楚了，为我担负罪名不值得，所以他们才翻供，为自己减刑呗。你也知道，犯法的人要做到攻守同盟，这是不可能的。人都是为了自己保命，你也不用问了，我会把我的一切，我会都把它写下来。按我的理解啊，是在这件事上，你有不得已的苦衷。你就不用问我的苦衷了。你们公诉人不都是依法、依罪证来判断罪行吗？别问了，法庭上见吧。
铁荣光对今天的局面早有准备。走吧。这些年我对您都是坦诚相待啊。我都记着我现在需要您的帮助。我已无能为力，你好自为之吧。你如果不同意的话，交通商行就会申请强制执行的。你去见我爸了，他怎么说？他让你走。有时候我真想不明白，杀人案的时候，他让我不要管；经济案的时候让我走；一审结束，我连见他都不能见。难道在他心里，我真的就是个一无是处、身无长物的笨蛋？你先不要激动。董事长会这么决定，也是为你着想。为我着想就不应该做这些事。凯文，你看刘明翰、陆明，还有廖昌平，都曾经是他的心腹，现在好了，全都反水了，现在又全都翻供了，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凯文，你得帮我，为他辩护。我建议你听你爸的，而且这个官司我不能打。为什么？马月月案开庭的时候，廖昌平委托我做辩护人，在辩护过程当中，廖昌平干扰了司法程序，这些我都知道，所以这个案子我不能再接了。抱歉，之前没跟你说，我必须替当事人保守秘密，而且董事长要做自行辩护。自行辩护。待被告人铁荣光到庭。关于被告铁荣光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事实进行法庭调查。铁荣光，你对这部分指控的事实有异议吗？有异议。我不知道在龙山大桥坍塌的事故中，我有重大责任。公诉人，就这起指控有没有问题要问被告人的？有。被告人铁荣光，你有没有让昊天建投总经理杨天和副总经理马月月去找过新源监理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刘明翰？没有，我让他俩找刘明翰干什么？可他们双方均说，你让他们去找刘明翰的目的，为的是更改龙山大桥结构工程图。工程结构图的制定是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和物力，
既然工程图已经制定完了，我为什么还要花重金去更改呢？这说不通啊！被告人，你看一下屏幕。龙山大桥工程图先前由市规划局进行设计，相比原设计，更改后的结构图可以减少大桥建设成本的1/3。那这1/3节省的成本在哪儿体现呢？公诉人用什么来证明呢？审判长，首先申请证人鲁明到庭。待证人鲁明到庭。证人坐。证人鲁明，请陈述你在案发时的身份。江东集团财务总监。与被告人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老板。你在江东集团任职有多久了？到现在10年了吧。和被告人的关系怎么样？老板还比较信任我。信任到什么程度？和昊天建投所有的财务往来由我个人负责。昊天建投有没有更改龙山大桥钢结构设计？有。为什么要这么做？节约成本。能节约多少？1亿1000万。马月月会得到这些收益吗？不会，因为马月月的股份是替铁荣光代持的，受益的是铁荣光。你怎么知道铁荣光会收益呢？铁荣光用这些收益在龙山村购置了地产。审判长，公诉人对证人的发问暂时到此。被告人，你有什么问题需要问证人的吗？需要。鲁明，你刚才说我在龙山村购置了一块地产，什么时候？谁购置的？文件的凭证在哪里？我是按照您的指示办理的，文件凭证都交给您了。文件的签署是我吗？不是。那你为什么信口开河说这个地产是我购置的？被告人，注意你的措辞。审判长，我问完了，请证人鲁明退庭。下面申请证人廖昌平到庭。传证人廖昌平到庭。审判长，我可以向证人发问吗？廖昌平是控方证人，应该先由公诉人发问。审判长，公诉人同意由被告人先发问。被告人，你问吧。老廖，你要证明我什么？马月月做了你多年的地下情人，可到最后却成了你的牺牲品。昊天建投脱离江东集团管理的手续都已经办齐了，你去管理。我行吗？我怕我做不好。我在背后支持你对我真好。你的儿子铁律不肯染指你的企业，你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指使马月月、廖波协同杨天，伪造昊天建投的资质，对龙山大桥项目工程进行围标。
谁知道马月月办事不力，冲动之下杀了杨天。你知道龙山大桥的事情，肯定因为马月月的案子会被牵扯出来，所以你就指使我找人杀了马月月。 肃静！你说是我指使你杀了马月月，我是怎么指使你的？董事长，以大局为重，起码保去吧。这句话是你说的还是我说的？如果你忘了我提醒你，这句话是你说的，你还说我让马月月和廖波去围标。 廖波跟你什么关系？他是我儿子。围标犯法吗？是犯法。你事先知道这件事吗？知道。知道你为什么不制止他？他是你的儿子，你还看着他知法犯法，那你什么心态？哥，你受敬仰多年的大哥，面对现实吧。我的问题问完了。审判长，公诉人申请在廖昌平在场的情况下，补充讯问被告人铁荣光几个问题。准许。被告人，你和廖昌平 搭档工作有多久了？10几年。这10几年的工作中，你怎么评价廖昌平？被告人，请回答我的问题。可靠。这10几年的搭档工作中，廖昌平有没有违抗过你？没有。廖昌平有没有背叛过你？没有。在你决定的事情，廖昌平有没有过不同意见？没有。你指挥马月月、廖波围标的时候，他有没有不同意？没有。 肃静！肃静！他为什么没有阻止自己的儿子参与你的非法操作？被告人，没有任何一个父亲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去违法犯罪。他到底为什么？你难道不清楚吗？ 证人廖昌平，到。你谋杀马月月，有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有。谁？铁荣光。是谁执行的？最近有些事情，你就让他去办。 一个叫马刀的杀手，马刀现在在什么地方？龙山大桥垮塌以后，我作为第一责任人就被刑事拘留了。 马刀现在的去向，我不知道了。
沈班长，我问完了，请廖昌平退庭。龙山大桥是江东的利民工程。3年前动工兴建的时候，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铁荣光竟然弃安全于不顾，只为追求高额利润，拿到高额回扣，擅自更改结构工程图，造成龙山大桥垮塌严重，致使4名警察和1名犯罪嫌疑人死亡。铁荣光的行为已经构成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故意杀人罪。被告人请陈述，你可以为自己辩护。刚才我看见陆明、廖长平相继的翻供，我知道这一次我是在劫难逃了。16年前，我杀了尹大力，早就应该服刑。龙山大桥的坍塌和马月月的死，我都负有直接的责任。现在休庭，择日宣判。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铁荣光以故意杀人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铁荣光入狱判了4缓，但我们不能缓。您的意思是丁红？抓紧行动，必须加把握。好的，我明白。法院接受了我们检察院对铁荣光一案提出的量刑建议，判铁荣光为死缓。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尽快对铁荣光进行政策疏导，好让我们能够尽快地触碰到江东背后的黑恶势力。已经有人按耐不住，先行动起来了。江东商行要对江东集团进行拍卖。但是，据经侦的同志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对于江东集团觊觎良久的丁红，在江东集团估值最低的时候，买入了铁荣光所持的全部股份，成为这件事的最大受益者。
铁先生，江东集团以及你名下的私产，被商业银行拍卖抵债。作为收购人，丁红先生需要你在有关文件上面确认并签字。丁总，我做的事情让你感到担忧了吧？不光是我担忧啊，很多老朋友也很担忧。我知道了。做什么鱼？现在几点了？等你做好鱼，2个小时以后。我儿子怎么样？他很好，他每天吃饭、跑步、游泳、睡觉、喝酒，生活得非常规律。看来丁总对我儿子还是蛮关照的。这还不是取决于董事长您吗？明白。喂，子瑶，是我。我爸想见我。哦。他想吃饺子，我需要你的帮忙。我？对。那你赶紧去买啊。我想让他吃顿我自己包的。好，你等我。好了，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包。先把馅儿呢放在皮儿上，这样。馅儿是不是多了？没事儿，多了咱们给它弄出来一点儿。夹紧了，然后一捏。我妈去世后，我对她一肚子怨气，从来没想过要为她做点什么，以至于她提出想吃一顿饺子的要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不是挺好的吗？你看，这不是已经包好了吗？而且还挺漂亮的。我儿子怎么样？他很好，吃饭、跑步、游泳、睡觉、喝酒，
生活的非常规律。老板，我把意大利给杀了，是你怎么办？被他的马仔周游看到了。不要着急，按我说的做。那你为什么要去给他送礼？而且送的是一把斧子。铁哥，你是我敬仰多年的大哥，面对现实吧。那我进去了。进去吧，我去上班了。你打车去吧，注意安全。好，放心吧。谢谢。你好，请出示您的证件。请进。奶奶会好看不？昨天我做了个梦，我就把它染灰了。挺潮的，好看。饺子，几点了？手表不知道放哪儿了，搞丢了。好吃，自己包的吧？你什么时候学会包饺子了？啊，我儿子都学会包饺子了，看来我这监狱没白蹲呐。我要是在这儿多待些日子，你是不是连孙子都让我看见了？这里面吃苦了吧？吃得饱，睡得香。吃什么苦啊？要说吃苦啊，我
我刚创业那会儿，那还能叫吃苦。那时候，我为了能追求到你妈妈，向你姥爷表忠心，我在他们家的房檐下一住就是1年，春夏秋冬，天当被，地当炕。老狐狸，心机够重的。那个时候啊，你姥爷财大气粗，方圆100里都有名，生意做得很大。我呢，那时候就想借你姥爷的影响，把我自己的生意做下来。我越做越大，越做越好。但是呢，你姥爷对我的制约也越来越多。我呢，就想摆脱你姥爷对我的制约。我就想让你妈妈跟你不花你姥爷1分钱，我挣的钱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而你姥爷看我做的太大了，在背后捅了我一刀，差点破产。还好我咬着牙挺过来了。这件事儿啊，其实你妈妈从头至尾都知道，但是她没有阻拦你姥爷。我知道以后，我非常的生气。我就说啊，你就是不为了我，也为了咱儿子，是不是也应该劝劝你爸呀？我说万一我有个3长2短的话，儿子怎么办？你妈妈跟我说，哎，你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啊，儿子他姥爷一定能管。我从那以后，我才知道，你姥爷这么多年从来没把我当过家里人，知道吗？所以，你也没把我妈当成你的家里人，对吧？这是我的错，心胸太狭隘那时候。可是我也想过这件事。你说，你妈一个弱女子，她不敢跟你姥爷说呀。跟我说，就我那脾气，她怕我冲动啊。年轻的时候，我脾气特别不好。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责任在我，我是她丈夫，我没有让她对这个家庭、这个丈夫建立起信任，那不是我的错是谁呀？后来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明白了，人这一辈子，什么最重要？家人。你一定要记住，不管以后你有多大的富贵，有多大的财富，首先你要善待你的朋友，善待你的亲人，尤其是家里人呐，那才是自己一辈子的财富。爸呀，是想交给你一个干干净净的江东集团，没想到阴差阳错的把这事情搞成现在这个样。以前可能你总是想我呀，好像你在我的心里头，一天就是无所事事，吃喝玩乐，典型的一个纨绔子弟。爸真没那么想过。其实，爸一直觉得你是个男子汉，你在爸的心中一直是一只雄鹰，不是风筝。爸一直以你为骄傲。可能以前我管你管得太多了，我要少管你一点，可能你会发展得更好。这都是爸爸的错啊！你看看，小时候就愿意哭，遇到什么事就哭，一个男子汉眼窝子别那么浅。听爸的，
男人这一辈子，你会遇到过很多沟沟坎坎，甚至有时候你都过不去。但是作为男人，牙掉了要咽到肚子里，胳膊折了要放在袖子里，永远要抬着头看路。只有你抬着头，你才能看清有什么，你才能想办法越过去。爸一直以你为骄傲。可能以前我管你管得太多了，我要少管你一点，可能你会发展得更好。这都是爸爸的错啊！你看看，小时候就愿意哭，遇到什么事就哭，一个男子汉眼窝子别那么浅。听爸的，男人这一辈子，你会遇到过很多沟沟坎坎，甚至有时候你都过不去。但是作为一个男人，牙掉了要咽到肚子里，胳膊折了要放到袖子里，永远要抬着头看路。只有你抬着头，才能看见有什么，你才能想办法越过去。我自己犯的法，我自己承担。法律对我的判决还是公正的。就是以后也要记住，犯法的事千万不要做，做了就后悔莫及。抽时间去看看你廖叔，你也别怨他，他也是迫不得已。还有就是那个孟可卿，跟了我这么多年，现在我这个样子，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他要遇到什么困难，你能帮的尽量去帮他，啊，放心吧。好吃，好吃。饺子也吃了，儿子也看见了，心满意足。你妈妈的生日还记得吧？千万别忘了，啊！我记得。啊。想吃饺子了，就让他们给我打电话。还有，一定别忘了吃药。玩去吧。哎，走了。江东商行要对江东集团进行拍卖，从他们双方签订的协议和程序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经侦的同志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对于江东集团觊觎已久的丁红，出价是最少的一个。江东集团是一个股份制公司，那其他的股东会愿意把经营权交给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人吗？这个丁红啊，很有办法。他从江东商行
购买了铁荣光的全部股份，摇身一变，成了江东集团的大股东。随之而来的就是，借着江东集团易主，主导舆论方向，让估值提升，股东受益。丁红的这一招不算高明，但步步稳健。高处，公安局的马队找您。房间，我去一趟。去吧。怎么了？周游死了。怎么死的？周游因为犯有包庇罪，敲诈铁荣光入罪。在配合调查铁荣光的外围调查的时候，我摸查了周游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极其简单，父母双亡，亲戚早已断了联系。在电话的通话清单里，发现了几个无记名电话。就在这节骨眼上，监狱打电话来说，人死了。你怀疑是人为的？监狱方面的反应说，周游身体不适有段时间了。医生检查结果是他长期饮用街头上销售的自酿酒，甲醇、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怀疑是慢性中毒引发的死亡。这肯定不对。我们调查过周游，他在牢里待了10年，出来1年，1年的时间就因为饮酒导致死亡，这说法太荒唐了吧？太荒唐了，肯定有问题。可关键是，人死了，线索断了，查，能留下多少线索就查多少。行，我随时跟你沟通吧。还有，我问你一事，铁荣光案子的调查，你们那边都谁知道？我、小翟、小韩，3人为主。这样啊，我们来调整一下调查策略。正好借着周游死这事儿，你把调查转为暗中查访，我这边继续大力取证。我就是觉得总是有人走在我们前面，对我们的行动规律很了解。还有，通过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杀害马月的凶手叫马涛。我知道了。喂，你好，这里是江东市监狱。哎，你好，怎么了？铁荣光出事了。铁荣光已经确定死亡。哎，你干什么？不关你们什么关系，他现在是检察官。满意了吧？满意了吧？
知道你委屈了，要不你休息2天。先喝口水。我有什么理由休息啊？刘荣光的死不是你的错，铁力打我一拳，也不是他的错。 10多年了，多少难案子，多少个坎儿没经历过，我还真没看见过会这样。不管铁荣光做了什么，铁力是无辜的。我们2个联手，把铁荣光送进了监狱。 铁力已经到了极限了，那是他爸爸，唯一的亲人。现在他在监狱里面去世了。我跟铁力那么好的哥们儿。 不管怎么样，我都欠他一个交代。这是个事故，监狱长当天值班的全都撤职了。我们不光欠铁力一个交代，还欠那些被撤了职的人一个交代。 不是你怎么跟我一个德行？你儿子，我要是在这儿多待些日子，你是不是连孙子都让我看见了？没想到铁荣光的突然病故，让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马月月故意杀人案发生之后，铁荣光试图毁灭一切证据，随即而来的却是自己多年前隐秘的杀人案件突然曝光。龙山大桥案牵连出廖波、刘明翰、鲁明、廖昌平等人，这一切仿佛都有人在走棋，走的是环环相扣。设的局步步惊心呐！如果真的像我们推断的这样，这个隐藏在幕后的人，才是我们最大的对手啊！能不能抓到这个幕后黑手，并将他送上法庭，这就得看你们的了。好，我也觉得铁荣光幕后有人，幕后黑手一天不浮出水面，我们的检查工作就一天不能停止。不用有这么大的压力，真相啊，就像隐藏在海面之下的礁石，迟早会浮出水面。高处，董律师，这个案件的所有文件都在这里。行。凯文，
回来了。你最近来的挺勤呢。没办法，案子太多了，查阅啊、摘抄都得到检察院来。行，去忙吧。啊，哎，这个周末一起吃饭，你必须得来。回头我把时间、地点都发给你。我听说了，你的律所已经入选江东10家律所。下一步就是 ALB 实力保，争取进入中国10强。你一直都是个很有志向的人。哎，最近你联系铁力了吗？我最近事儿有点多。江东集团被拍卖，我听说这几天铁力家也被拍卖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打算的，他不肯见我，也不接电话，我有点担心他。因为他爸的事儿，马立行他也不待见，就你还能跟他说上话。我是想，如果你方便的话，抽空去看看他。行，我知道了，回头我联系他吧。嗯，行，你去忙吧。醒醒！这么好的酒就这么给糟践了，真是可惜了。你来干嘛？我没听错吧？你小子是不是喝糊涂了？知道吗？现在这里是我的家，我倒要问问你，你怎么还在这儿呢？我想起来了，这房子你买了，比外面市场价便宜很多吧？哎呀，真没想到，堂堂的华正集团董事长，居然还要贪这便宜。你说的没错。这个便宜，我一定要占。当初这个小区落成的时候，我和你那个爹呀，同时看中了这套房子。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初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这庚子大气，中正。但是格局太大，不适合你丁红。这句话我到死都不会忘。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现在用这么便宜的价钱收回了这套房子。您那老爹说的没错，这房子格局太大，它镇不住。瞧瞧，瞧瞧。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回头都给我拆了，重新弄。是。这2盏灯太丑了，现在就给我拆了。我看见谁敢！丁红，我告诉你，法院规定，15号之前，这房子还属于我铁力，所以。你们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我滚出去！滚！小子，你说的没错，今天就是15号，的确是你
该腾出这幢房子的时间了。不过，你丁叔我还是很讲道理的。我再给你2个小时的时间，2个小时之后我还会来。到时候如果你还赖着不走，这场面可就不太好看了。丁红，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酒醒了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也是学法律出身的，对吗？评估报告里说的所有的财产，还有这幢房子里所有的家具，只有我丁某才有权处置，所以你千万要当心点儿，别再碰坏了什么东西。我怕到时候你赔不起呀。这几瓶酒，就当我送给你好了。一会儿把这几辆车给我开过来。丽丽，丽丽，没事吧？2柠檬，这什么东西？看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东西呀？哎呀，这什么东西？这是？怎么了，老头子？啊？哎呦！哎，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你们俩知道新华字典总共多少个字？谁没事数这个呀？就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不知道。4个字，新华字典，这都老段子了，你还好意思问啊？切，你怎么那么没劲？哎，怎么了，高处？高处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张小波问我新华字典有几个字儿？最新的第11版的新华字典，根据国家语文规范标准修订，共收单字13846个。这是哪个案子里的问题？不是，高处，这个不是哪个案子，这个是个脑筋急转弯。新华字典就4个字，新华字典4个字。你是不是很闲啊？正好，档案处大姐求我派人过去帮忙了，要不你过去？没，高处我特别忙。哎，你说你问他干嘛呀？这不是铁荣光的案子，把他弄得闷闷不乐的，老黑着脸。我想逗逗他嘛，谁知道这样。你还倒挺关心他的。好的，芳姐，明白，我知道了，您放心。付小柔，你来一下。哎，讨厌啊！以后不许再说。你赶快去吧。哎。高姐，子琪，你找我啥？私事，你说。啊，不好意思，子琪，要是私事的话，你等我一下，我有工作要交代一下。那你先安排，我在这等你。叶律师，不好意思，检察院在办案的时候，非涉案人员在场是不合规矩的。规矩是吧？我懂。我就一句话，说完就走。铁弟酒精中毒，现在在医院急救。
急诊，这儿。哎，小姚，姐，怎么样？怎么样？他刚刚从急诊室出来，已经洗完胃了，现在在病房休息。哦，对了，姐，我正要去交费，但是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我去叫577。哎，你别着急，没事，好，走，我带你去看看。小柔，嗯，你对案子了解了多少？你先看点资料。哦，谢谢。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尸体是一具5年前失踪的男子。这名男子跟这户人家的女儿崔丹丹之前谈过恋爱。目前，警方把崔丹丹列为重大嫌疑人。那你对案子有什么看法？我没有看过现场，不能做任何评论，也不能被确凿事实之外的任何事情影响到。行了，丫头，没被我带沟里去。资料里虽然有很多关于案件的汇报，但我认为重新勘察现场很有必要。所以让你来，就是需要用你们女性的细心和敏锐。你不是说我们是感性动物吗？嘿嘿，记仇是不是？女人还有一点小心眼儿。你们男人更小心眼。老翟，说你呢。啊，没有。体力，你醒了，感觉怎么样？他怎么来了？你哪次进医院我不来？那是以前，现在不一样了。您是检察官，正义之子，而我呢，是罪犯之子。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交集的地方。您去忙您的吧，我不想看到你。好，跟你剥个橘子就走。作为检察官，我问心无愧；作为朋友，我欠你一声道歉。行了，我看他也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姐啊，那你照顾一下体力，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好了，姐，我也先走了。虽然刚才在路上你们一直在转移我的注意力，但是我还是注意到，从高速路口到这个村子大概有5.5公里的距离，有一条主干道跟3条岔路口通往这里。所以如果是抛尸的话，凶手不会这么大费周章。这样可以肯定第一现场一定就在这周围，也可以说是熟人作案。老队，那报案人是崔家老两口，他们怎么可能杀了人再报案呢？不管是谁，都不能排除这个嫌疑。尸体就埋在这儿。看尸体的腐烂情况，应该停尸很久了，为什么才案发呢？已经走访过周围的邻居了，他们都反映以前来崔家都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但是崔家房后有条小河，源头的一些饭店会丢一些垃圾到河里，所以一直以为味道是从河里传来的。这边看看。这是崔丹丹的房间，
夏豆，看出什么名堂来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看她的床单、被罩，还有这些摆件儿，她应该是一个很喜欢粉色的女孩。可是这些墙壁，她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刺眼的红色呢？一般来讲，女孩不会选择这么刺眼的颜色。崔家老两口说了，不知道为什么崔丹丹离家之前把墙刷成了红色。除非她想掩盖什么。如果我没猜错，你们在墙上找到了血迹。可以呀。那这里就是第一现场。8九不离10。这个女孩真的这么残忍吗？你看她这么可爱。人性啊，谁说得清楚啊？全对上了，去落实吧。嗯。抓人。没想到，留在我身边的最后一个人是你。你醒了啊，体力？感觉怎么样？你在这里干嘛呢？我陪病人啊。我这不是病，是自己作死。放下吧，你回去吧。我不能回去，你还没好呢。崔丹丹，你一直在外地打工？嗯，在哪儿？在北京。去北京几年了5年零3个月。记得还挺清楚。我怎么觉得崔丹丹回答问题，好像都准备过一样？我觉得也是。按照犯罪心理学来说，事先准备过，有备而来，反而证明了他心虚和不安。我听说你的家境在当地是数1数2，为什么要到北京去打工呢？因为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可你在北京什么也没干，还要靠家里接济。谁说的？这你别管，这不重要。你今年25了吧？嗯。有男朋友？没有。哦，有。没有。到底有还是没有？没有。你肯定？确定。认识袁冰吗？袁冰算不算你男朋友？不是，是他单方面追我，我不喜欢他。喜不喜欢，是不是男朋友都不重要了。他已经变成一堆白骨了。我还听说他父母很喜欢你，一直盼着你做他们的儿媳妇。我不可能嫁给他的，他是个变态。他怎么突然情绪这么激动？以我的经验，嫌疑人心理防线快被击破。因为他怀疑你不忠，经常打你，所以你怀恨在心，杀了他。没有。我们铁家垮了，周边的人都唯恐对我避之不及。你的好，虽然跑来照顾我，怎么想的？
我告诉你啊，我可没有办法报答你。我又不需要你的报答。你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我可是菩萨心肠，小猫小狗我都会救的，何况你这个大活人呢？嗯？我想也是。哎呀，像我铁力现在是身无分文，这一身的晦气，谁沾上我谁就倒霉。 2011年的7月22号，你是不是和朋友去卡拉 OK 了？对。肯定吗？肯定。为什么肯定？因为那天是我一个好朋友过生日，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今年的6月2号你在干什么？我不记得了。不记得？你母亲的生日不记得？啊。 我忘了。你没有忘，你特意请假给你母亲过的生日。薛丹丹，你为什么对今年的事情不记得，而对5年前的某一天印象这么深刻？因为5年前的那一天，袁冰再也没有回家。因为5年前的那一天，袁冰被害了，所以你记得很清楚。没有。你再好好想想。 你们唱完歌之后，有没有见过袁冰？没有，我没有见过他。你撒谎！有人看到你们在一起，袁冰穿的红色 T 恤非常醒目。没有。还夸她穿红色 T 恤好看，因为你喜欢红色。没有，不可能的。就是因为你喜欢红色，袁冰才经常穿红色上衣给你看。不可能的，你胡说八道！他没有穿红色 T 恤，他那天穿的是黑颜色的。 对题审还真有一套。那是，他可是咱们江东的10大名题之一啊。结果事先没有提醒你啊！你现在这么帮我，就不怕我今后黏着你？嗯？铁大公子是不会就这么轻易被打垮的。嗯？喂？哦，好的好的，我现在马上回去。 我得马上回台里了，一天没去，主人都气疯了。我晚上再回来看你啊，记得吃苹果。来，别激动。 没错，是我把它埋在地里的。我那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特别害怕。文哥，这不我回家，都快都放心，放心。 放什么心呢？前2天我看你女朋友跟隔壁阿勇约会，你还不知道？不可能！过去吧，喝酒。他女朋友前2天你们都看到了吧？看到了，啊，看到了，都看到了吧？看到了，就你不知道。哎，真不是我。那不是你，为什么别人都说是你啊？ 那别人说什么你都信啊？他们都说自己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他们跟我生活在一起，还是你跟我生活在一起？你了解我，还是他们了解我啊？就看你今天这态度，就是真的。什么态度了？你说你什么态度？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你要是没跟他在一块儿，他们怎么都说自己看见了？
行，就我怎么了？